其实我路上看到的很多大江大河，乃至于大海，就是从这样的涓涓细流而来的，最后它们汇聚到一起，然后变成江水，最后就变成大海。所以这个水最后会去哪里？这条山涧小溪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它恰好就是柳江的上源，都柳江的源头。都柳江就是从这里出发，经过广西柳州，然后奔着广东的珠三角而去的。苗岭的雨水和林间的雾气被山谷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无数的涓涓细流。它们一边沿着山路流淌，一边接纳着三观统一的小伙伴。好像一切都不容易。在经过了无数的村庄和田野后，它终于蜕变成了可以行船的河流。可以说，造就都柳江的，除了贵州难以消散的雨雾，还有就是横亘在贵州东南部的苗岭。说到苗岭，其实它并不是一条脉络清晰、地貌分明的山脉。因为从黔南州的惠水县到黔东南的雷山县，这从西到东几乎都是南北走向、断续绵延的山地。那么，之所以叫做苗岭，其实还是因为这里主要是苗族和侗族的聚集区。在接下来的钱柜旅途里，我和这辆魏派 VV6以黔东南榕江县为中心，探访了苗岭东部地区不少的村落。这个山路啊，确实很烂，但全部是这种坑洼的路面，但其实还好。至于我去的这些村寨，并不是什么千户苗寨、肇兴侗寨那样的众人皆知的旅游景区，而是散落在山野田地间的、正在自然演进当中的侗寨和苗寨。曾营村算是个侗族的大村。我原以为站在这里就能看见电视上那种嗨侗族大哥到天亮的场景，但是走进去才发现，这个村子就没有去发展旅游业，还蛮闲适蛮安逸的，所以打算待会儿过来逛。到达金沟附近。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是菌啊，那是松树的菌。哦，这是松树的菌。这是用来怎么吃啊？一种药材。啊，是一种药材。风雨桥是侗族建寨的标志，也是行人遮风避雨的场所。而鼓楼，按我笼统的理解嘛，则是侗寨村民精神政治的文化中心。他们既是侗族最耀眼的文化标志，也会是在城镇化建设浪潮之后的最可能会被守护的文化遗产。你们一人站一边，感觉好像守护神一样。我以前以为可以去到2层、3层、4层，其实它只有下面这一层。现在年轻人还来这儿吗？都老人家。村里的侗族大爷告诉我，曾经的鼓楼是如何的热闹非凡，但是当村寨走到了劳务输出的年代，年轻人都走出了大山，而还留在鼓楼下的，也只剩下那时歌唱的少年。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不再去提笔写信一样，而当年的花桥和鼓楼也早已变成了现在的手机和平板。你怎么称呼？我是爱人。啊，你是爱人啊？潘那个潘夫人，然后碰到他们俩。这个是个大村子吧？感觉很多。这个有500多户，500多户，2000多个人口。还有学校吗？学校有啊。我到的那天吧，刚好碰见线上的一个领导返乡。虽然聊天之际我们言语略显官方，但说起自己出生的地方，
这位姓潘的大哥确实算得上是如数家珍。收入主要是农业，农业。还有第二个他们是劳务叔叔打工。农业的话，他们主要种植什么呢？水稻。水稻啊。现在好像侗族的年轻人好像都不会再穿自己的那种传统民族的服装了，是吧？传统民族那会儿啊，现在他们都是哦，这个好像是传统民族，这裤子都不是，裤子都不是。哦，衣服是。我看年长的老人好像还是穿的。是啊，像我要60岁以上的。对，可能以后这些东西都会慢慢消失掉啊。消失。真营村是个处在旅游开发热潮之外，遵循着自己节奏的侗族村落。它既没有刻意去维护传统，也没有刻意去演绎传统。或许未来，这里所有的传统木房最终都会被水泥砖瓦所替代。但我想，这既公平也自然，毕竟谁都有权利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便利。如果说是社交方式的改变动摇了鼓楼和花桥在普通侗寨里的文化根基，那对于身处苗岭偏远山区的空生苗寨来讲，借助网络媒体的宣传，可能又恰好是它保留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契机。我现在前往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一个村子，好像每一次我都说这边的某一个村寨很偏远，但这个村子我觉得是真的偏远。从榕江县，也就是黔东南的榕江县出发都还有3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已经开了很久了，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是他们那边今天有一个节日啊，叫做毛人节。就是毛人节，所以呢，大家都会盛装打扮去过这个节日。机会难逢啊，一个是恰好是他们节日，第二个呢，它又是那个短裙苗，就是苗族妹子都穿超短裙，你懂的。村民们，我来了，我来了！为了尽快去守护传统文化，王人的内心就像 VV6这台2.0T 发动机一样，涡轮介入，及时平顺，只要轻点油门，澎湃动力源源不断，简直就是一头羞涩且克制的大水牛啊！这个咋搞？去空生苗寨的路太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特别是这后半段，真的是出奇的烂。80-90公里的路程，耗了我将近3个半小时。这是肯定会拖底吧？这应该会拖底。前面的路段积泥太深，拖底那是必须的。而且在我身后其实有一块工地，就怕拖底的泥地下面藏有钢筋或者是木棍和钉子。看看那边还有。哎呀，去空生的路啊，简直还好有市区吧？我这辆版本是4驱的嘛。这泥地模式开起来。帅！我靠，这玩意儿！而这条路，也是我这次钱柜之行里唯一让我打开了3+3智能4驱全地形控制系统的一条路。而所谓的4驱，就是不用时你觉察不到它的好，但是真的要使用时，又会觉得充满信心。哦，拖底了。哦。毕竟限一次车，那是真的会把人给麻烦死，特别是在这种荒郊野岭。哇！听得到底盘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好了，过来了。你好，请问一下，空生村是不是在里面？啊？空生村。空生。啊，空生。从那边走。啊，好不好走？也跟这边差不多。一样的是吧？
我先去把车停好。哇，这里停满车啊！哦，里面应该已经是在做活动了，去看一下。这是他们那个哦，是上面，这是他们那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啊。榕江县两汪乡空生村。哦，看。空生苗寨藏在苗岭一个偏远的山谷里，它属于一个叫做锦鸡苗的苗族支系。当然，这个支系还有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短裙苗。说的嘛，那自然就是这个支系里苗族女性的百褶超短裙。超短裙是短裙苗普遍的服饰标志，而毛人节则并不普遍，因为它是两汪乡苗寨里独有的节日。这个节日很古老，大致来源于苗族战乱年代的房族同盟和同房宗亲不能通婚的古老规矩。不过演化到和平年代，就果不其然的变成了当地独有的情人节。再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年代，超短裙和毛人节变成了空生村走向山外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过令我意外的是，那天除了我这个不请自来的散客，其实乡里早就安排了不少的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所以超短裙和毛人节也被附上了一定的传媒属性和文化任务属性。百姓呢，这几年呢，由于国家实施纷纷大开放，老百姓的生活也一天一比，应该通过这个文化活动啊，促进我们的旅游业。和平支付的一条街，大家呢一起支持举办和平奥新办1年1度的毛人节，来嘛，祝愿比先生。当天除了两汪乡自己的表演队，乡里还请了隔壁村镇的队伍来表演节目。第二个节目呢，就比南宫建和县南宫的代表队表演的节目。台江县的南宫村要开始放大招了。其实按照正经表演来看，这场演出显然嘛是差那么一丢丢的艺术观赏性，但我觉得吧，这却恰好是它最宝贵的地方。因为来参加毛人节表演的，并不是景区里的那种专业演员，恰恰都是当地最普通的小老百姓。这服装都是自己家的，这舞蹈也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至于脸上的一颦一笑，那也都是未经修饰，最本然的烟火气。至于来这的原因，也许并不是奔着守护传统文化的远大志向，反正大家唱歌跳舞凑个热闹，乡里还管顿饭，有啥不可以？山上正在 happy 的同时，山下的大厨们也在准备春宴。每年过节都会杀这么一头牛，要杀嘞，都会杀的是吧？有甚至于杀几只嘞。肯定啊，这个是母牛，这个不馋。春宴宴请的对象除了本地表演的村民，还有乡里请来的摄影团和媒体记者。3万块的，这个6、7、8千啊？这个是6000左右吧，6000左右。母牛它是6000左右，公牛我们还喊叫谷子，谷子牛那3万块。
当天恰好是周六，所以春宴就安排在了村小的操场上。而空生小学应该是这个村子最大、最平坦，也是最气派的地方。这一桌都是年轻人，桌上的4个苗族妹子都是盛装出席。我觉得依老夫所见，这有些文化真的是要走近了看才好看。帅哥，请问你照了可以发给我吗？可以啊。真的吗？可以啊。那你发给我啊。那照好一点。那留个联系方式，然后你留给我好不好？可以。小姐姐穿的都很漂亮啊。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节日吗？男女再续旧节。哦，已婚的男女再续旧缘。我们的是吗？对唱情歌，还有把自己身上穿的最漂亮的相当于相亲，相当于是那就是情人节嘛。对，情人节，苗族情人节。所以你们是专门回来相亲的吗？春宴结束后，还有跳篝火表演，那原本是我最期待的环节。结果还没开饭，一场大雨则突然而至。这场阵雨持续了1个半小时，媒体记者和当地村民都挤在学校里避雨，于是当天后续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取消。现在是晚上7点钟，然后这个雨好像是越下越大了，然后天也黑了。我现在冒着大雨，然后终于跑到车里面来了，因为有点冷，下雨之后这边好像气温就立马就是降下去了，所以有点冷，还是车里面比较暖和一点。我今天还没有吃饭，一直在拍，只喝了水，然后还没有吃饭。要是我去吃饭的话，其实我就没有时间去拍摄了。我估计7点20，可能还有1个小时就会结束了吧。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车里面等待。当我从车里钻出来回到村小，发现饭桌早已被挪进了教室，人群散尽，照片嘛，自然也忘记了传给妹子。贵州的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现在又下起大雨来了。吃饭的人全部都跑光了，看到没有？我也赶紧躲雨去了。哇！晒死了。
空生的人文想拼命走出去，但民俗的传承比建筑的维系更不容易，因为背负着传统走到现在，这文化的熟与不熟都需要 money。只是我很高兴在此时遇见你。茂兰是我此行最后的一站，也是我钱柜旅途里最大的宝藏。一波把所有的光芒都给了小七孔和张江，所以才成就了茂兰的原始森林和无限的安宁。我把我所有的疲惫和私心都安置在了这片看不见的森林，而至于贵州，你还有多少看不见的青山和土地？